烟田农妇斗盐商，永生细胞起新章。孤坟未料风波大，伦理悬星照八荒。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有没有想过，一个已经去世70多年的女人，却仍然活在我们的身边？她不仅活在医疗研究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可能直接拯救过你的生命。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做海莉耶塔拉克斯，一个平凡的黑人妇女，但她的细胞却成为了医学史上最神奇、最被广泛使用的不死细胞——海拉细胞。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海莉耶塔拉克斯的名字，但你绝对享受过她的细胞带来的好处。从脊髓灰质炎疫苗到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再到新冠疫苗的研发，甚至连我们对人体基因的了解，都离不开它那看似普通的细胞。那么海莉耶塔拉克斯的细胞究竟有何魔力？它又为何会被悄无声息地献祭给科学？他的家人又是如何得知这一切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被隐藏了数十年的秘密，走进海莉耶塔拉克斯那充满传奇色彩却又令人唏嘘的一生。1951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病房里，30岁的黑人妇女海莉耶塔拉克斯正与宫颈癌做着殊死搏斗。她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农村的烟草农妇，与丈夫大卫拉克斯一起养育着5个孩子。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普通母亲的命运即将与现代医学的未来紧紧相连，并掀开一段充满争议与谜团的历史。海莉耶塔拉克斯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求医。这家医院是当时少数几家愿意为黑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之一。妇科医生霍华德·琼斯在检查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们按照当时的惯例，取走了海莉耶塔的肿瘤组织样本，送到了附近的组织培养实验室，那里由乔治·奥托·盖伊医生负责。盖伊医生长期致力于细胞培养研究，他一直渴望找到一种能够在实验室里无限繁殖的人类细胞。过去他收集了无数的细胞样本，但都以失败告终。然而，海莉耶塔的细胞却与众不同，它们在实验室中展现出惊人的活力，不断分裂增殖，仿佛拥有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些细胞被命名为海拉，取自海莉耶塔拉克斯的名字的首2个字母。就在海拉细胞在实验室里蓬勃生长的时候，海莉耶塔的病情却日益恶化。她接受了雷疗等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但癌细胞还是无情的扩散。1951年10月4日，海莉耶塔拉克斯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去世，年仅31岁。她被安葬在家族墓地里，墓碑上没有任何标记，仿佛她的存在即将被历史遗忘。但事实远非如此，海莉耶塔的细胞将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地活下去。海莉耶塔拉克斯去世后，她的海拉细胞却在实验室中开启了全新的旅程。这些细胞拥有其他细胞无法比拟的特性，它们能够在体外无限繁殖，仿佛拥有了不死的生命。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医学界，海拉细胞迅速成为了医学研究的宝贵资源，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实验。海拉细胞首先被用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1953年，2位来自塔斯基吉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海拉细胞大规模生产疫苗，帮助控制了这场可怕的疾病。此后，海拉细胞又被用于研究 X 射线的影响，开发癌症检测方法，探索血液疾病，揭示人类基因组的奥秘，以及研发针对艾滋病毒的疗法。甚至海拉细胞还被送入太空，以研究宇宙辐射对人体细胞的影响。海拉细胞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都与这些不死细胞息息相关。科学家们利用海拉细胞，发现了人乳头瘤病毒与宫颈癌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 HPV 疫苗。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哈拉尔德·楚尔豪森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海拉细胞的广泛应用却掩盖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这些细胞来自于一位黑人妇女，而她在生前从未被告知自己的细胞会被用于研究，更没有获得任何的经济补偿。在海拉细胞被广泛应用了25年之后，一个名叫迈克尔·罗杰斯的记者在《滚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首次揭开了海拉细胞的真实来源。这篇报道震惊了世界，也让海莉耶塔·拉克斯的家人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细胞竟然在医学研究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拉克斯家族带来喜悦，反而引发了巨大的困惑和愤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的细胞可以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取走，又为什么在去世多年之后，这些细胞仍然活着。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尽管海拉细胞为医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经济价值，但拉克斯家族却一无所获，甚至无力支付基本的医疗费用。海莉耶塔·拉克斯的故事也引发了医学伦理领域的深刻反思。在那个年代，未经患者同意就使用其细胞进行研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这种做法无疑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尤其是在种族隔离的背景下，黑人患者更容易受到医疗系统的不公正对待。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克斯家族开始为争取母亲的权益而奔走呼吁，他们要求获得对海拉细胞使用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并呼吁社会关注医疗伦理问题。记者丽贝卡·斯科鲁特也开始调查海莉耶塔·拉克斯的故事，并于2010年出版了畅销书《海莉耶塔·拉克斯的永恒生命》。这本书的出版让更多人了解了海莉耶塔·拉克斯的故事，也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讨论。尽管海莉耶塔·拉克斯已经去世70多年，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下去。他的海拉细胞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被使用，为医学研究做出着贡献。这些不死细胞就像海莉耶塔·拉克斯的化身，见证着科学的进步，也提醒着人们，在追求科学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伦理和公正。201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拉克斯家族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他们对海拉细胞基因组的使用进行一定的控制。此后，拉克斯家族还就瑟莫费舍尔科技公司非法利用海拉细胞牟利一事提起了诉讼，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除了法律层面的行动之外，人们也开始以各种方式纪念海莉耶塔·拉克斯的贡献。在世界各地都树立起了纪念他的雕像和纪念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也公开承认，在与拉克斯家族的互动中存在不足之处，并承诺将更加尊重他们的权益。海莉耶塔·拉克斯的故事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医疗伦理问题。如今，世界各国的法律法规都更加重视患者的知情权和自主权，要求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之前必须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在医学研究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努力消除歧视，为所有患者提供公平的医疗服务。